看见咏梅都会想到那句若有陈静藏于心，岁月从不败美人。出席活动呢，她举止大方，像是江南缓缓流动的水。采访时啊，总是用最温柔的声音说着最坚定的话。我看着自己被修得闪闪发光的脸，我就跟他们商量，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，如果非修的话，能不能别把我的皱纹都给我修好了。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。但你能想象吗？这样恬静温婉的咏梅啊，其实是在一个孤独的家庭里长大的。这父母成长背景那是天差地别啊，并不相爱。他们两个实在是不能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孽缘。他不是我爸爸选择的，是我奶奶选择的。我爸爸因为他的身份不好，谁都不愿意嫁给他。我爸爸又很优秀，一表人才。然后我妈妈呢，其实是我奶奶的病人。活泼可爱，长得又好看。又单身。奶奶就看上他了。我妈妈因为是个特别热心肠的人，也是特别的那种热诚，性格特别好，就一来二去，就我奶奶其实是等于包办了。我爸就说好吧，那就是这样。但是他的心悬殊太大。父亲一直是郁郁不得志啊，对谁呢都是感情淡淡的。母亲呢虽然说热情大方，但是他眼里只有哥哥。他对待我和我哥哥就是两种，他跟我哥哥永远都是最亲密的，他永远忽视我，他不是说不爱我，他是忽视我。我爸爸呢，他其实是他经常嘲笑我。这更令人窒息的是，就连爷爷奶奶也不爱他。是董其武和我傅作义的私人军医。这样的。他其实挺看不上我，就是尤其我跟我妈妈是一个很粗糙的人，就蛮粗的人。其实你在他身边嘛，你肯定也变得就很糙嘛。然后他经常嘲笑我们，就是不讲究。这后来父母离异啊，父亲呢又重组了家庭，他像是一个局外人，站在门外，听着父亲在新家里的欢声笑语。到了他那个门口以后，我就没敢进去，因为他家里就是现在就是欢歌笑语。我是一个很就是想要一点温暖的，但是没敢进去。又默默的又走了。按理来说啊，你说这样的女孩长大之后呢，大概率啊会变成一个小心翼翼啊那种讨好型人格的乖乖女。但是咏梅她偏不，她在青春期呢爆发出了惊人的反叛能量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她在外贸公司啊做着体面的白领工作，但是朝九晚五的生活呢根本困不住她那颗躁动的心。她爱上了摇滚，她经常出没在各种摇滚的现场啊，甩着头发跟着音乐去嘶吼。她喜欢那种宣泄自由不被定义的感觉。也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啊，她遇到了她的一生挚爱黑豹乐队的主唱栾树。这段爱情的开场啊，就像是一部偶像剧。这第一次见面呢，是在这个北京啊开往四川的火车上啊，俩人呢只是匆匆一瞥。第二次见面呢，是黑豹乐队要拍 MV， 在栾树呢想起了那个长发飘飘啊像仙女一样的女孩，于是呢托人找到了咏梅。结果呢，应邀前来的咏梅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穿着白衬衫牛仔裤，一脸的清冷和倔强。虽然说和栾树啊想象中的这个仙女啊大相径庭，但那份独特的气质呢，却意外的契合了摇滚的反骨。MV 拍完了，俩人的缘分呢也断了。直到第三次见面啊，栾树啊这个摇滚圈的老炮啊，突然跟咏梅说呀，我的梦想呢是去盖个马场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换做别的女孩的话，估计会觉得这人疯了吧，放着好好的大明星不当，要去当个马夫。但咏梅眼睛都亮了，她说啊，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真的是太有趣了。那一刻呢，两个同样向往自由，同样是不甘平庸的灵魂呢，狠狠的共振了。于是呢，咏梅辞职北上啊，陪着栾树去养马。他们在北京郊区的山脚下盖了2间破房子，没水没电，冬天冷得像是冰窖，但他们乐在其中。那段时间呢，咏梅的生活简直就是狂野到了极点。她学会了骑马，而且骑术精湛，能在马背上从容不迫的驰骋。她学会了骑重机车，经常和栾树呢一起啊，穿着皮衣，骑着哈雷，从北京一路飙回内蒙过年。然而呢，生活呀，不只有诗和远方，还有眼前的苟且。马场的经营呢，并不顺利啊，栾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在最困难的时候呢，家里连买菜的钱都没有。这时候呢，咏梅展现出了她作为内蒙女人的大气和担当。她没有抱怨，没有离弃，她默默的去付出拍戏啊，用自己微薄的片酬呢来补贴家用，支撑着丈夫的梦想。有朋友劝栾树啊，你回去写歌吧，上几个综艺，那钱马上就来了。但是咏梅呢，却坚定的支持丈夫啊。小栾的才智呢是上天给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啊，不要为了钱去迎合流量，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。这份懂得比任何的金钱都珍贵。在栾树的陪伴下呢，咏梅那颗啊因为原生家庭而冰封的心呢，也是一点点的融化了。她本来不喜欢动物啊，觉得它们脏麻烦。她在栾树的影响下，她开始养狗，开始把马呢当成了朋友。她学会了去爱，去付出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。她曾深情的说啊，我所有的情感都是从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开始的，因为你，我开始爱这个世界。2019年，49岁的咏梅呢，凭借电影《地久天长》呢，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。她是内地第一位啊获此殊荣的女演员。站在领奖台上的她呢，穿着一身素雅的礼服啊，笑容恬淡，眼神清澈。那一刻呢，她身上的光芒呢，不再是那种刺眼的锐气，而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
温润。她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向全世界证明了女演员的价值不在于年轻，而是在于厚度。成名之后的咏梅呢，依然保持着那份清醒和酷。这55岁生日那天呢，她化着烟熏妆，戴着镂空帽在镜头前呢肆意大笑，那份生命力和朝气比20岁的少女还要动人。她在《小欢喜》里那个说话轻声细语，能够包容一切的完美妈妈。在《地久天长》里呢，她是那个隐忍坚韧，用沉默去对抗苦难的中国式母亲。很多人以为呢，她就是那个天生柔弱需要被保护的大家闺秀，但她骨子里其实住着一个比谁都野、比谁都酷的摇滚女孩。她呢，不仅是黑豹乐队主唱栾树的妻子，更是那个敢在90年代就敢穿着皮衣、骑着重机车在京城街头炸街的朋克女孩。她的劲呢，不是因为她弱而是因为强。那是一种在阅尽千帆、玩遍了疯狂之后呢，主动选择的沉淀和从容。在道家哲学里有一个词叫做守柔约强，意思是真正的强大呢，不是外表的刚硬和张扬，而是内心的柔软和坚韧。就像水一样，你看似柔弱，却能够水滴石穿，包容万物。咏梅呢，就是像水一样的女人，她用摇滚的叛逆冲破了原生家庭的桎梏，用养马的清贫呢磨练了生活的心性，用配角的沉淀滋养了演技的厚度。她不争不抢，不急不躁她像是一棵树，踏踏实实的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最终呢，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开出了最绚烂的花。